11月3日下午4点 ，TOC 9决赛即将打响，一路过关斩将来到这个舞台的8位选手分别是阿成、Winter Sea、天龙、初七、肖之助、日月、壳子、幻灭。本页展示了他们的比赛历史场次表现以及累计获得的奖金。介绍完选手，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数据上的内容，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决赛观赛视角。在 TOC 半决赛及其复活赛中，一共出现了23个阵容，其中半决赛用的是 14.20B， 复活赛是 14.21B。回顾小组赛，当时的环境是法师、猎手、花仙、学者四分天下。其余的阵容鲜有出场的机会，在经历版本更替及选手策略调整之后，半决赛及其复活赛出现的阵容更多，分布更加平均。不过主流的几套阵容基本没有变化。小组赛中有登顶记录的阵容一共7套，登顶率最高的一次是诅咒女巫、幻形龙、花仙子。来到半决赛，仍只有7套阵容登过顶，花仙子的登顶率高达 43%， 可以明显发现常规阵容中花仙的权重在上升，学者、猎手变得相对平庸，法师更是一次都没吃过。再看垫底数据，半决赛前法师几乎最容易垫底，半决赛之后学者取代了法师老八王的地位，这可能和整体游戏环境在逐渐变快，低费阵容变多有关。接下来是几点观察，在半决赛及其复活赛中，花仙子和猎手的出场率极高，但没有一把是垫底的。由辛德拉领衔的各类术士阵容登场率飙升，小组赛只有1场登场记录，但半决赛开始却出现了10场，且表现都还不错。其中不少是有转职时开4术师的理解。以下3页分别是半决赛的阵容数据、半决赛复活赛的阵容数据以及半决赛及其复活赛的阵容数据。最后一个环节是和决赛选手的对话。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阿成、天龙和 Winter Sea 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阿成以半决赛 B 组第1的位次顺利晋级这次 TOC 9的决赛。那这次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他来回答几个粉丝比较关心的问题。请阿成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成。请问阿成在这个比赛当中，哪一场比赛或者说哪个环节让你印象最为深刻呢？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有一把是本来想玩，就是玩了一个法师拿了一个离子嘛，那一把，然后路全部被堵死了，只有一个重装会，然后最后也是积极递到一只诺拉的时候转成了一个重装的法，觉得那一把还可以。就是玩的比较灵活，然后也是中期发现这个路被堵死了，选择了一条还不错的出路。对。下一个问题，对于决赛的对手，请问你是否有提前了解，认为实力最为强劲的对手是谁？其实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很厉害，就是你打到小组啊、半决啊、决赛啊，就到这个点的话，几乎就是没有就是电子菜的，就几乎是没有。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你要就是来的运气你要抓得住，或者说尽量少犯失误。所以说我觉得最大对手还是得自己心态要好，自己要冷静多判断，就是尽量自己少失误，其实对手是谁都无所谓了。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一个高手应该有的心态。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次比赛的经历，你会选择哪个词？为什么呢？开心。OK， 开心最重要。那为什么开心呢？是因为和这些高手能有一个记忆上的切磋，还是说能够看到喜欢或者支持自己的粉丝一路陪伴到了这里，然后对，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我觉得主要是2个点，就第一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打游戏的都比较宅，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其实我觉得在线下就跟经常一起见面的朋友啊，什么一起线下聚会啊什么的在一起玩啊，就这个就是一点很开心。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线下的时候可以一起跟大家交流啊什么的，一起提升自己的游戏技术啊、游戏理解啊，这也是一点，这2点比较开心。没错，那也是希望喜欢阿成的粉丝也能够在决赛的现场也能够在决赛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们阿成。OK， 那感谢阿成接受这次的采访，也期待你在决赛的精彩发挥。谢谢，拜拜。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天龙。特别的准备的话，就是我练了很多的低费阵容，因为这个版本偏向于低费嘛。训练方法习惯的话，我其实就是把所有的阵容都在排位里面去玩一遍，然后找一下手感。裁判、小灭的眼镜、冠军，我全都要。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ter C， 国服常用 ID 是2112。能进入决赛，我觉得是自己发挥与实力并存的表现吧。运气有几局运气比较好，自己能把握住，然后烂局也能苟个第4、第5，就发挥比较正常。决赛的话肯定准备了秘密武器，好吧，但是现在不能说，等有合适的条件、合适的城邦、合适海克斯条件下是肯定会玩出来的。目前还没想夺冠100万怎么花，目前想的是如何拿到100万。